多名女神竟为了流量把自己五花大绑，出现在了你的车上，并一口咬定你就是凶手。而刚穿越还一脸懵逼的你，眼看就要面临牢狱之灾，于是你立马就给了对方一个大逼斗，并扯出内裤堵住了他的嘴。再叫，老子马上就办了你！直播间的观众顿时大惊，卧槽，该不会遇到真绑匪了吧？原来这是一个为了打击犯罪所做的节目《天眼行动》。而此时已经知晓了这是个节目的你，再次回到了客厅，快速取下了柳如烟身上的摄像头，同时解开了绳索，在对方傻愣愣的表情下，说起了悄悄话：“咱们一起来割节目组的韭菜怎么样？我得到钱，你得到曝光度。”对方在思考了2秒半后，很快便答应了下来。于是你便让他去找个地方等自己。待对方离开后，你进入了厨房，开始了一顿操作。这时外卖员也如约而至，在用2000块买了对方的衣服后，你冷笑了一声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大礼。与此同时，追查组也是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分别是2男1女，迅速朝着电梯走去。而你也早已换好了外卖服，与对方擦身而过。而直播间的网友已经激动了起来，虽然他们看不到画面，但他们能听到声音。我靠，人才啊！竟然假装成外卖小哥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过了一阵后，追查组3人也是来到了你的房间，在探索了一阵发现无人后，突然注意到了桌上的外卖。马德，这家伙也太嚣张了，居然还有心情点外卖。闻言，一旁的沈曼妮这才猛然惊醒，刚才那外卖小哥很有可能是江叔假扮的。其余人也迅速反应了过来，韩队拿起手机便想提醒守在楼下盯守的乘客，可这时一声炸裂声在厨房中响起，3人齐齐一惊，只见里面的微波炉发生了爆炸，靠近厨房的李晨首当其冲，被炸出的面粉弄得灰头土脸。见有要引发火灾的趋势，李晨拿起盆就想去灭火，可这一拿，这才发现上面竟掉落了一张纸条。在看完内容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这家伙真是太狂妄了。另一边，在楼下的乘客也是接到了信息，哦对，前面是有个外卖员，跑得老快了，估计是快超时了吧，哈哈，超时个屁啊，他可能就是江叔，赶紧给我去追。闻言，乘客一愣，但迅速便反应了过来，朝着你追去。而你自然也不甘示弱，很快来到了一个拐角处，嘿嘿，你小子总算被我捉到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可在对方转头的那一刻，乘客懵了，抬头一看，卧槽，丑团外卖东站点。另一边，你在成功摆脱了对方后，来到了一个小巷口，随手将外卖服一扔，就看向了系统面板。你伪装成外卖小哥，并制造爆炸戏耍了追查组。此次评为优秀，可以在以下的4个奖励中选择一项。看着眼前浮现的奖励，在思考了一阵后，你选择了专家级的反侦查能力。当此能力融入身体的那一刻，你只觉亢奋，越发有兴趣将这场游戏玩下去了。拿起手机就联系起了柳如烟。在得知她的去向后，你来到了美食街，竟看见了对方在看着烤串流口水。在发现你后，随即便泪眼汪汪了起来。好饿呀，我没钱，快点带我去吃饭。你无语的摇了摇头，不过也能理解，一个扮演被绑架的人身上能有多少钱？在用现金请他吃了一顿牛肉丸后，你向对方索要了节目组分配给他的手机。你想干嘛？找节目组拿点钱花。这时还在搜寻你的韩队突然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，在听完内容后顿时大怒，什么？他居然敢勒索节目组？真以为他跑得了1次，还能跑第2次？而此时与你对接的主持人林安安只觉头疼，你们的节目还行，但选到了我，让我很不满意，所以马上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，不然我就撕票。江先生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节目组的事，那么你只要不被追查组捉到，时间越久，最后获得的补偿就越高。为此您真的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了。少废话，马上给我准备1000万，一半打到我的卡里，另一半给我用麻袋装好，放到我指定的位置上，否则柳如烟的安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就在林安安无助之际，韩飞他们也是终于赶到了节目组，刚好听到了你的话，迅速拿笔写了几行字。林安安瞬间心领神会，讲起了他的话术，想与你拖延，好让韩队他们迅速锁定你的位置。可你根本不上套，做不到的话，那么明天柳如烟的果照便会在全网发布。说完，你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而在节目组那边，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彻底炸开了锅，老色批们纷纷发起了弹幕，一堆骚话不断涌出。当然，大部分水友还是比较理智的，都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恶劣，必须严惩。面对这巨大的舆论压力，节目组这边一个不慎就得玩完，众人面色凝重，完全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，最后都把希望放在了犯罪心理翘楚的沈曼妮身上，希望对方能给出些有用的信息。可对方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看着桌上你的个人信息，反复思索了起来。他的生活明明还算过得去，完全没必要走上亡命之徒的道路。这时突然想起了你遗留的纸条，然后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解释，或许那家伙只是想要证明他比我们都要聪明而已。闻言，李晨脸色相当难看，王八蛋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遵守规则不就行了？我们又不是不能陪他好好玩，需要闹到这种地步？一旁的林安安有些许尴尬，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告诉对方这是个节目，这一切完全都是对方本人自己弄清楚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一开始是他们先戏耍人家，即便后面有丰厚的现金作为补偿，但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社死，恼羞成怒下做出些非理智的行为，不也显得合理了吗？似乎是同一时刻，众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这时被挂断已久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韩飞黑着脸走了过来，忍着怒气道：江叔，立刻放了柳如烟，这1000万的事情我就当你没提过，另外节目组会准备20万的补偿金偿还给你，记住不要妄想侥幸心理，你要是敢做违法的事情一定跑不了。而你只是淡淡道：你在叫我做事。弹幕再度爆炸，一排排的牛逼闪过，因为主动权在你手上，韩飞即使在愤怒也只能忍住，所以你想怎样？照我之前说的做。江叔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，现在收手。还没等对方说完，一套衣服被撕碎的声音陡然传来，伴随着的是柳如烟惊恐的尖叫声和对方胡乱说出的一大堆台词。你眉头一皱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听着电话的忙音，会议室这边的所有人都愤怒了，看来这节目是不能播下去了，必须马上给总部发信息，把江叔的逮捕令调成真正的。而只有一旁的总导演宋一雪看着直播的画面愣愣出神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你叹息了一声，哎，真是个蠢女人，